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尽快窜访台湾地区吗？看看他的演讲稿就知道了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建绍。在中国人看来，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的事件引发台海军事危机之后，下一场危机将由美国共和党人麦卡锡引爆。因为麦卡锡为佩洛西去年搞的几乎是灾难性的台湾之行欢呼，并宣称他愿意步佩洛西的后尘进行同样的访问。但是当我们分析麦卡锡在当选众院议长之后所做的首次演讲时，发现他窜访台湾一事可能并不那么急迫，因为他当下更关注的是中国问题如何影响美国民意，以及与中国之间展开经济竞争。麦卡锡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问题与美国的债务问题相提并论，称国会必须在这两个问题上用同一种语言发声。在对付中国的问题上，麦卡锡称将会成立一个两党特别委员会，研究如何将流向中国的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带回来，这样美国就能够赢得这场经济竞争。你也可以理解为麦卡锡现在将着力点放在了中美之间的竞争上，而不是如何挑衅中国。麦卡锡在其20分钟的演讲里只用了10秒钟来谈论中国，证明其更关注美国自身的问题。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，必须警惕美国国会将要成立的两党特别委员会。用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对付中国已经成了套路，也可以说反华就是政治正确的一个具体表现。任何美国政客如果想表达强硬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怼中国，而两党特别委员会就是这么一个专门用于对付中国而设立的机构。对此，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甚至都不会有分歧。麦卡锡在演讲中对窜访台湾的问题没有任何表示，那么另一个原因可能与台湾地区当局没有邀请他有关。台湾地区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说，尚未与麦卡锡就台湾之行进行正式接触，这就几乎排除了近期窜访的可能性。我们可以理解为台湾地区当局没有把麦卡锡窜台当成优先事项，可能是害怕因此而再来一次台海军事危机，这对支持率岌岌可危的民进党而言将是一场噩梦。我们要注意，共和党人麦卡锡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以鹰派立场著称，但是他在极端保守派眼中又是不够保守的，甚至还被指责是中国资产的投资人，甚至给他起了一个中国精英俘虏的外号。据美国议员透露，麦卡锡常年投资一家中国基金公司，与中国利益深度捆绑，所以麦卡锡可能比佩洛西更反华，但是其主要表现是在通过对华政策层面上，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。麦卡锡是否窜台挑衅，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，那就是美国共和党正在布局2024年的大选，有可能会利用反华来提升其支持率，因此更大的可能性是2年后通过窜访事件推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声望。不过特朗普曾经对佩洛西窜访事件大肆攻击，用一场台海危机来提升其支持率的事，真的那么靠谱吗？总体而言，麦卡锡给台海制造危机一事早晚都会来，但不大可能是最近。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窗口期做好一切准备。如果美国的政客非要用一场台海危机来提升其支持率，或者民进党非要邀请麦卡锡进行豪赌，那么2024年上演地动山摇式巨变就完全有可能。在此之前，我们更要密切关注美国推动中美高科技竞争和制造业回流的情况，这才是决定中美实力对比的关键之所在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